当霍梅尼在数百万人的簇拥下重返伊朗时，伊朗革命中的绝大多数组织者都不认为这位年近80的老头还能改变什么。不管是霍梅尼的伊斯兰学生们，还是同宗教毫无关系的左派领袖们，起初都将霍梅尼当作一尊无害神像。他们希望霍梅尼的巨大威望能成为维持新政府稳定的定海神针。至于霍梅尼本人，则不应该也不需要拥有过大的实权。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位同宗教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居然展现出了一个政治天才应有的素质，并将革命后的伊朗带进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世界。当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国王出逃而胜利告终之后，谁来组建新政府，成为了革命者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伊朗革命中，参与革命的派别十分复杂，且他们之间矛盾颇深。虽然霍梅尼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拥有最高的声望，然而同他们合作的多个左翼团体同样拥有众多的支持者。霍梅尼深知自己虽然声望极高，然而此时同左派开战，不仅会令向往和平的人民失望，同时会给已沦为国际孤儿的伊朗带来巨大风险。宗教势力同左派之间虽然必有一战，但没必要在现在爆发。霍梅尼明白当务之急是既不能让左派选择同他决裂，也不让左派获得新政府的政权。于是他决定使出一招借刀杀人。在回到德黑兰之后，霍梅尼在第一时间指派麦赫迪·巴扎尔干出任伊朗总理，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选择。巴扎尔干是一个学者出身的政治家，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他所代表的是偏向伊斯兰信徒的自由派势力。这支派别比单纯的宗教势力激进，却又比左翼组织保守。同时，从意识形态上讲，巴扎尔干所属的伊朗自由运动组织实际上更贴近巴列维王朝的主张。这一派别之所以参与革命，在于他们认为巴列维王朝只是英美的走狗，国王的政策并非真正的自由化。而霍梅尼选择巴扎尔干的理由，则正是基于这一点。霍梅尼清楚，自己的门徒成为伊朗总理，必不能被左派接受，而左派当政更是他要极力避免的结果。但是选择中间派的理由不仅如此，在霍梅尼看来，巴列维国王及其背后的美国本来就是伊朗本土自由派最大的后台，而巴扎尔干的党派同自己的后台为敌，幻想凭空建立一个自由化的伊朗，本身就是极其幼稚的行为。把这么一个中立但幼稚的派别推上伊朗总理的位置，不仅能堵住左派的嘴，更能在榨干他们的利用价值之后轻松抛弃。巴扎尔干自己没明白霍梅尼的深层想法，喜滋滋地接受了这个职位，而左派团体也没参透霍梅尼第二个理由，认为霍梅尼只是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但当巴扎尔干上位之后，事情开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在伊朗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霍梅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成立革命法院。这个法院成立的意图，表面上是审判那些叛国与渎职的伊朗人，但实际上是对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官僚阶级进行一个全面清算。在革命刚刚胜利时，所有人都要求有人要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种种问题负责，而如今国王已经跑到了埃及，那么前政府官员就成了伊朗人的发泄对象。巴扎尔干顺从了霍梅尼的要求，因为他也认同前政府应该为伊朗的现状负责，同时汹涌的民意也不容许他拒绝。然而到了执行阶段，巴扎尔干却感到脊背发凉。在革命法院成立后，这个机构的管理者全部由霍梅尼亲自任命，而所有的法官也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伊斯兰宗教人士。这个被保守派势力彻底把控的法院，自然不会去考虑进行公正的审判。实际上，革命法院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物理消灭巴列维王朝时代主政的伊朗自由派。在快速且不接受上诉甚至辩护的审判后，数百名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政府高官被直接处决。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巴列维王朝的总理、外交部长与空军司令。伊斯兰革命结束不到1年，霍梅尼就通过这种方式将自由派的力量清空。而巴扎尔干所代表的革命自由派虽然不是革命法庭的审判对象，但是他们与旧政府官员有共同的支持者与后台。在旧政府官员被清扫事件中的无所作为，令自由派彻底丧失威望。而霍梅尼当初推举巴扎尔干，就是为了隐藏在他背后排除政敌。在自由派被有组织的物理消灭之后，霍梅尼认为巴扎尔干的利用价值差不多没有了，
于是，在1979年11月，他直接同自由派的大后台开战。霍梅尼宣布美国是伊斯兰的敌人，并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与以色列示威。此时，距离革命胜利不到1年，依然保有热情的伊朗学生在霍梅尼的号召下，直接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感觉到被彻底抛弃的巴扎尔干担忧，再这么闹下去，自己所代表的最后的自由派会成为此次事件中的替罪羊。于是，在事件发生2日后，他便选择带领他的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巴扎尔干的光速辞职救了他一命。在看到自由派自动认输之后，霍梅尼也没再难为他。毕竟，伊朗人质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伊朗同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已经彻底决裂，自由派已经丧失了掀起波澜的基础。既然利用别人，霍梅尼也不想再让巴扎尔干的血脏了自己的手。而且此时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对付崛起当中的伊朗左翼势力。在冷战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美国与苏联2选1这个选择题。选择美国意味着接受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而选择苏联则意味着接受苏联的红色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自由派或者左翼团体时，这些政治团体本身也会成为美苏两国干涉小国内政的抓手。正因为如此，霍梅尼在处理政敌的时候虽然毫不留情，但却处处注重程序的完善。伊朗同美国的决裂与扫清自由派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同伊朗人民将美国与巴列维时代划等号不无关系。然而对于苏联，伊朗人的感官却并没有那么差。霍梅尼明白不能用对付自由派的方法对付左翼，因此他首先选择通过全民公投，名正言顺地获得伊朗政权。就在伊朗人质危机发生的同时，霍梅尼火速提出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并在同一时刻进入全民公投阶段。自由派的缺席与左翼相对于保守派的弱势，令公投进行得无比顺利。而在该宪法生效之后，伊朗将会成为一个神权高于一切的国家。在伊斯兰宪法中，霍梅尼设置了一个名为最高领袖的职位，该职位由大多数人公认的一位宗教首领担任，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真正的国家元首。而在1979年的大背景下，这实际上就是为霍梅尼量身打造的职位。但是因以上一系列行动走得合理合法，左翼除了掀桌子之外，并没有任何能阻挡霍梅尼彻底夺取伊朗最高权力的机会。可是现在不是霍梅尼的结束，虽然左翼即使掀桌子也很难威胁他的神权统治，但他不会给对手任何机会。就在左翼犹豫是否要同霍梅尼彻底决裂时，已经出任了最高领袖的霍梅尼支持巴尼萨德尔担任在他之下的最高官员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本人虽然是霍梅尼的门生，但他同样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反伊斯兰政府者。这样一位不坚定分子被推上伊朗总统的位置，反而令左派自乱阵脚。左派分裂为3部分，一部分人赞同应该直接掀桌子与伊斯兰政府开战，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联合巴尼萨德尔进行秘密政变，还有一小撮人则直接建议向伊斯兰政府投降。霍梅尼清楚这几帮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他在任命总统后选择静观事态发展。那些主张掀桌子的人很快选择进入伊朗北部打游击，但是这批人为数很少，不成气候。而那些意图秘密政变的人虽然成功煽动了总统，但是他们的行为早就被霍梅尼与伊斯兰政府预判。巴尼萨德尔在政变前一刻被霍梅尼解除了军权，而他背后的左派势力也在这一事件中被一并铲除。到此为止，几乎所有同伊斯兰政府与霍梅尼作对的政治势力都在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2年中被扫平。此时已年过80的霍梅尼终于选择同剩余的所有势力摊牌。为了实现伊斯兰政府的绝对统治，就连坚定支持他的左翼政党人民党也被无情取缔。而当初选择辞职的前总理巴扎尔干也曾试图再次竞选伊朗总统，但这次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拿到。不过霍梅尼能在伊斯兰化的道路上走得如此顺利，几乎要全部依靠伊朗人的坚定支持。而伊朗人之所以能如此坚定地支持霍梅尼，除了他在前半生积攒的巨大威望之外，一次意外的战争其实是霍梅尼横扫各路反对派背后的最大助力。伊朗如何通过一次失败的战争浴血重生，并最终建立什叶派之湖？我们下期再见。